关欧宇，你哥的事儿，在这把枪走火之前，你得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。我哥到底是不是池文江杀的？说话！你早料到我会来是吧？你哥的事我也很遗憾。他是个好警察。别他妈跟我废话！池文江是好警察吗？你人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啊？关欧宇，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你哥遇害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池菊，自然你会觉得池菊跟你哥的死有关系。搁谁都会这么想。但我希望你能冷静地想一想，从昨天下午你哥见池菊，到他晚上遇害之间，很有可能还发生了别的事儿，见了别的人。在你来之前，我反复跟池菊确认过，就抛开他是我的老领导不谈，仅就今天的对话也足以让我相信，池菊跟这个犯罪组织没有关联。这一点我拿性命担保。关欧峰牺牲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坐。你弟弟的事，这个警察我不做了。我私下里再搞什么事情啊，跟支队没关系。我知道。你不管做任何决定，最后都会用牺牲自我来保底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个同志白白牺牲，包括你。
这是近2年我调查这个犯罪组织所有的步骤和线索。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希望你能帮我继续查下去。还有这个，红玉已经不在了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还给你。关队这个时候找我，应该还有别的事吧？如果我们真的失败了，总得有人替我们讨回公道。还有小雨、刘银、虎子。我希望你能帮我照顾他们。哥，你那手势啊，谁都懂，咱得有点自己的手势。我在武警受训的时候，都有自己的战术手势。哎，你就好比这个诗啊，咱以后就玩谐音梗，诗，都是它，啊，是就是这个，不是就是这个，哎，这靠谱吗？当然靠谱了，你放心用，以后保不齐有用着的时候。诗时始是。时光灵。愣着干什么？长风行知全体人员，立刻复职。喂，曲贤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今天上午，技术中心监听到美东的电话，虽然还没有可供比对的声纹，但据小赵反映，打电话的很像是王明镇。这次行动就是当王明镇和伟东进行接触的时候，将他们一并实施抓捕。所有人上车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您放心，船已经在安排了，晚上咱们就能走。大哥，警察别动，有警察！
可悠着点，虽然比不了54跟92改，但是在极近的范围之内，穿透力可是有的。玩的就是命。走啊，走啊！会长。这油啊，也不用总买，随吃随买就行，多了的话容易放坏。是，咱们家还有呢，吃完了再买。就这个。哎，米倒是可以买点了吧？啊？咱们家平时吃的都是这种米。哦。小关。哎，广陵。哦。那你们先转啊。世局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我一直掂量着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你打电话聊聊呢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到了，我也没能帮我弟弟洗清他的冤屈。哎，咱别在这儿站着，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不做了，领导。是这样，周巡给了我个消息，我晚上必须去处理。我来找您，有个事儿想拜托您。这些呢，是我这2年来调查的那个犯罪组织所有的细节进展，还有线索的汇总。如果今天晚上我回不来，就说明支队内部出现了内鬼，而且职级不低。希望您能帮我继续查下去。小关啊，我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了，这样做不合适。在这种时候，咱们还是应该选择相信组织。我当然是相信组织的，但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也不得不提防。还有这边是吴征一家5口遇害的那个案子。虽然我弟弟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但我还是希望有人能够帮我，为他洗清冤屈，因为这个案子有太多明显的问题。说说具体的。安婷在10几张照片当中直接指认了我弟弟，但是我的照片其实也在里面，她并没有指认。难道说是因为我脸上这道疤痕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安婷在一开始就是冲着栽赃我弟弟而去的？小关啊，尽管你们兄弟2个人长得非常非常的像，但是在经过认真比对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地方区别还是很大的。石局，这案子的案卷您看过啊？这我当时在那个不是在你们支队的时候那几个月，印象中周巡拿给我看过。可是这个案子的原始案卷，当年王志哥在袭击警队的时候就已经烧毁了。周巡手里的是副本，也就是这本。您看的是手里这本吗？
是吗？那就应该是这本吧。你撒谎！小关啊，你如果这么聊天儿，我就不高兴了。213案发后，高亚楠为了给我弟弟洗脱罪名，直接把原始案卷当中的第10页安婷的笔录偷出来给我看了。我看完以后直接销毁了。后来周巡发现案卷有缺失，就依靠记忆力伪造了一张，塞进了原始案卷当中。那丢这页怎么办？你别给我捅出去就行。也就是说，王志革袭击警队所拍到的那个案卷第10页，就是周巡伪造的。他在伪造第10页的时候，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事实。原始笔录当中记录的是，辨认人安婷认为我们兄弟俩都接近目击男性，但是因为被目击者脸上围了围巾，无法区别脸上是否有疤痕。而周巡伪造的那第10页纸呢，直接提的就是安婷指认我弟弟这一部分，并没有提到被目击的人脸上有围巾的遮挡。我刚才问你，为什么在10几张照片当中，安婷会直接指认我弟弟？你回答我说，是因为我们兄弟俩脸上的这个疤痕区别太明显了。这说明你根本没看过真实的第10页。你看到的第10页的信息，其实就是王志革袭击警队的时候拍给你的伪造信息。换句话说，指使王志革袭击警队的人，就是你，施广陵。给我撂个实底儿，你到底是大的还是小的？不装了，演不下去了。看来这案子破了，你竟然真的杀了我兄弟。可笑的是，你杀了人都不知道自己杀的是谁。到头来，你还是让我哥给设计了。施广陵，你输了。确认过了，方圆2公里没有发现公安，警用频道也没监听到关于我们的信息。
那当然在很安全的地方。如果我意外的话，自然会有人把那个东西交上去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彼此之间啊，缺乏一种信任。但是从场面上看，这局势还是对我有利的。尽管我很想拿到那个 U 盘，但是还没有到投鼠忌器的程度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你儿子现在在我手里。如果说现在为了这个东西，我把你儿子杀掉，那这僵局就会变成死局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还是应该做得灵活一点。你总不希望我把你儿子切成一块一块的还给你吧？这小杂货还挺好使。我要见孩子，不能是照片，不能是手机视频，我要亲眼看见。只要确定他安全，我就带你去拿 U 盘。老关已经派出了赤本江，刚刚去找时光灵了，可是电话打不通了。我们必须马上行动。我现在马上去局里跟领导汇报，争取总队支援。支队这边，你想怎么调配就怎么调配。2个原则：第一，必须保护好孩子，也要保护好关虎峰；第二，这帮坏人一定给我一网打尽。那名单上这个呢？内部的败类，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了。好。小李，我郑奇，你马上安排一下，我要见王局。老大，这个好了。娃娃，等一下，我一拿到东西，你们就把那个小崽子给我扔海里。是。等等，把那箱子带上。
找44号。是。你说，倪军他们拿到了 U 盘之后，我该怎么处置你啊？你是个丧心病狂的混蛋。就算你拿着 U 盘，你还是会杀我。而且我根本不相信你会放了孩子。我也不相信。我不相信他们随随便便走一趟，就真的可以拿到那个玩意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明知道你会跟我耍花招，为什么还要配合你把这出戏演下去呢？嗯。你其实根本无所谓那个 U 盘，对吗？其实很简单，吴征啊，可能真的搞了这么个 U 盘，那里边也一定有对我不利的东西。但是，如果让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死了，那么这个秘密也自然就消失了。伟东和裴嘉义现在都在羁押当中，你怎么敢保证他们一直会保持沉默？只要人死了，就会永远保持沉默。明白了，你叫倪军他们去，不是为了取 U 盘，你是为了吸引公安局所有的警力。操！要死一块死，把炸弹放进去！手机给我。停下来，别动！把枪放下！撤！小海，你带他们接着追。倪军他们带去的那5公斤速95，足够招待他们所有人的了。你就确定不会出问题？啊？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。干我们这个的，讲的是科技含量。科技含量。比如说，我也可以在引爆之前，先打个电话，那边就会有人把你儿子扔到海里去。我也可以先接个电话，马上就会知道伟东的餐桌上今晚的菜单是什么。别看了，快吃吧。你们哥俩跟我玩这套小伎俩，自作聪明，引火烧身，祸灭九族。赔上自己还不算，还要拉上长风行知的那些刑警，还有那些特警一起来陪葬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您到现在都不杀我，是为了告诉我，
你赢了，对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今天这个局面，我怎么说啊？如果你现在可以把那个玩意儿交给我，我可以发发善心，让你走在你儿子的前面。我选择，我和儿子都不死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俩电话你随便打，先打哪个都行，而且别干等着了。刘洋应该不会打给你的。石广林，麻烦你跟关队说一声，他交给我的事儿已经办好了。照接一下。哎，多少个了，高哥？加上外围一共13个，方圆2公里，手机信号完全屏蔽。好嘞。喂，关队的位置锁定了，快发给我。周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所有人上车，出发！起来！看来，这所谓的高科技也不完全靠谱啊！早知道是这样，你应该把那个引爆装置直接交给你去，对吗？啊！把人给我扔海里。师局，是我。抱歉啊，孩子我是扔不了了。哎，你看这3人，需不需要帮你扔一下啊？还是给你送过去啊？养牙的地儿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要说还得感谢你大发慈悲，让我跟我儿子见上你。看来你跟你哥关洪峰还真是一路人。在你们眼里，法律、正义，这一切的利益都远远的高于个体，包括你们每个人的生命。也对，也不对，没错，我跟我哥都是豁出命去的，但他是为了救人，而我最底线的是跟你同归于尽。
我猜，应该是你的命不好。是一颗子弹定了位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快掩护我过去。说，你是怎么断定的我会开枪杀你？说。你一定会杀我，不管是你动手，还是你指使别人，用我带来的枪干掉我。弹道检查会很干净，很省事。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搜出这支枪呢？我告诉你，那么那颗子弹就会在你时光灵的身体里。时光灵，你输了。看来永远都无法有人理解我了。时光灵，放下枪，你已经被捕了。小周，你开枪！关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哥是你累死的。我那是好心，想让他死得痛快点。那我今儿也让你死个痛快。啊！
追捕这些人，就是为了还被害人一个清白，同时也要捍卫法律。所以我们不能以违法做代价去惩治犯罪，否则我们和这些罪犯有什么区别？原来吴征收集施广陵犯罪集团的这么多的证据，他当初打算是把这些都交给关宏峰。对，他的总指挥是迟文江啊，他为什么不交给他的直属领导，反而要交给关宏峰？不信任组织啊？我看过关宏峰这2年私下调查里对吴征被害前的行动还原记录。2月11号左右啊，吴征确实是到过迟局家附近，但是他俩人没见上面。后来我问了迟局仔细的回忆了一下，他想起来那天回家的时候，确实是在楼下碰上施广陵了，而且他俩人啊在楼门口还聊了一会儿。哦，所以我在想，吴征啊一定是看到了这一幕，他当时有点拿不准迟局和施广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会不会是一伙的，所以他当时放弃了直接向组织汇报。施广陵怎么会正好出现在迟文江家的楼下？这个绝对不会是巧合。如果说从叶方舟引吴征入局开始，整个就是施广陵集团计划的杀了吴征，然后陷害关宏峰的话，那整个吴征的这个行动一定是在这个犯罪团伙的监控当中。当他们知道吴征要去见迟局，肯定是有所部署的，甚至不排除不能阻止吴征见迟局的话，他们会当场暗杀了他们。好吧，那就按图索骥，这个涉黑团伙的一个都不能落下，让专案组给我都盯紧了。是。哎，郑奇，你说，如果这关宏宇还活着，这案件进展到这个程度，他会不会自首啊？既然是被陷害的，那肯定不是坏人，所以我相信关宏宇啊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周巡、曲贤、周书同，还有那个法医高君然，在这次配合关宏峰兄弟俩揪出施广陵集团的任务中，完成的不错。不过，行动中也有不少违纪的地方，该处理的就处理一下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崔胡怎么处理的？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判了1年。
后来推敲过，伟哥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，说终止行动，电话就断了。我再打过去就打不通了。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，他发现了施广陵是幕后主使，然后就遭到了袭击。我一直在想，他为什么不在电话里把施广陵3个字说出来？谁知道？可能他只有时间说那几个字吧。这是他做出的选择。那你呢？管。共事一场。兄弟，我的荣幸。不过就是一块刻了名字的石头，我倒还真觉得自己躺在里边了。哥，我现在能看到我相信你也能看到你自己。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。上次咱俩在这儿的时候，是我误解你了。我当时真的以为你抛弃了所有，也包括我。我真以为你不要我了。但是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没有，你什么都没有放下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事。哥，你真的太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休息。我先走了，没事再来看你。
你说的没错，闭上眼也能感受到光的存在。在这不长不短的一生，不大不小的世界里，人跟人能相遇，甚至共走一段路，共同做些事情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总是一种幸运。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，我无法揣度。只相信，撒下的每一颗种子，总会在某天发芽；说出的每一句话，总会在某处回响。所以，请你放心，我们大家都会好好的活着，为了自己，为了我们爱的人，为了下一次相见。后会有期。哎，没过啊，来。哎，我好久不打叶问拳了。1、2、3。来准备了。好，中间来。3、2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快？对，我觉得对。是不是？好久没见，哎呦，我头发都是。哥，这打零件打的血浆。对，这里碎料对。哎，哇，好香！哎呀，看哪？3、2、1，开始！你看，我已经故意了。1、2、3，人上有人了，人上有人了，这上面是，但是挺好的，这真是的，这真的是顶飞了。我如果不够的话，就接下来，这高了，太高了，最近的，最接近的，这是一会儿，导弹总能进入我们人工的效应，那么转眼3个人有交互的这个。
啊，我这个腿一直晃的，就是有人特别困的时候不想让自己睡，不是就动不了。你这边这么摁的时候，从这边能看见这个脚，它那脚就看不见，透着它的后颈啊。你这么一录完之后就进那个架子上，就解释这两个是什么。其实是你离兄弟俩都对着到。